你好，我是飞女侠弗丽莎。今天我们来做黑糖姜汁汤圆。做汤圆的材料其实很简单，就只是糯米粉还有水而已。然后我这里准备了200克的糯米粉，我想把一半染成粉红色，所以我也准备了20克的甜菜根，就是昂菜桃。黑糖姜汁需要大概30克的姜，如果你喜欢姜味的话，你可以多放一点；不喜欢那么辣，你可以少放一点。然后斑斓叶2到3片，最后就是我们的红糖或者是黑糖，就是依看你的个人口味，你喜欢甜的话就多放一点。好，那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来准备黑糖姜汁，因为姜的话需要煮一段时间，味道才会出来嘛。我们现在就先把姜去皮，然后拍扁，让它先煮，然后我们再来做汤圆。这样子稍微拍扁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来煮黑糖姜汁，先把姜放进去，然后加1.5个litre的水，把斑斓叶也加进去，开火，关中小火，然后煮多30分钟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加黑糖进去，我会先加3个汤匙，然后不够甜的话我们再加糖，搅一搅。因为不够甜，我会再加1汤匙进去，所以总共就4个汤匙。给它滚多5分钟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就关火，这样我们的黑糖姜汁就做好了。我们先把它放一边。另外一种吃小汤圆的方法呢，是我妈妈教我的。她会把这种烤好的花生，这种花生是我从 Tesco 买的，就已经烤好了。然后把烤熟的花生，拿来打碎，然后再加白糖进去，把它搅拌均匀。烫好的汤圆就拿来蘸着吃，口感就好像麻糬一样，香香脆脆又甜甜，超好吃。这里准备了100克的花生，打到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有一点颗粒也没有关系。加1汤匙的白糖，这样子把它搅均匀。当当，这样我们的花生碎就做好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拿汤圆直接蘸着吃就好了。因为我要把一半的汤圆染成粉红色，所以我会用甜菜根把它切碎，加进去90克的水里面。这里90克的水呢，是等一下加入100克的糯米粉里面的。如果你想要全部都是白色的汤圆，你就可以省掉这个步骤，不用用甜菜根，你直接把180克的水加进去200克的糯米粉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切碎。把它加进去。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比较红啦，可是等一下加进去糯米粉里面，它就会变成粉红色的了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OK， 然后这些碎渣，我们可以等一下用过滤的把它过滤掉就好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汤圆。我会先做白色的100克的糯米粉，这里是90克的水，可是我不会一次过加完，我会留差不多1/4，然后不够再加。把它搅拌在一起。好，为什么我不要一次过把水加到完？因为每个牌子的糯米粉可能它吸水性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就先不要倒完，先加入一大部分，然后你看它的情况再慢慢加水。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很干嘛，我们就会再加水，再加里面的一半下去，再继续搅。你可以看到它差不多可以成块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用手了，然后再用手把它揉成一团。好，可以把它捏成一整大块这样子，然后又不会粘手的状态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把它放进保鲜膜，
先包起来，因为没有马上用的话，你没有把它包起来，它会裂掉，然后水分会蒸发掉，然后等一下就很难搓。现在来做粉红色的汤圆。你可以看到它不会成块，还是粉粉的，你就会继续加多一半进去。就把它捏在一起，看怎么捏它都会散掉，这样我们就还不够水，你再加。好，你再继续把它搓成一团。你可以看到这次捏的，它一捏在手上，然后它比较没有弹性，然后它就很容易就碎掉，这样就是还不够水，我们就要再加多一点水。我们先加半个汤匙，不够再加。你可以看到它比较粘合在一起了，可是它一捏紧还是会碎掉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加多半个汤匙的水进去。大概就是捏成这样的程度，就是你捏下去，它不像刚刚那么容易裂掉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OK， 搓汤圆之前，先用一个碟子在上面撒一点糯米粉，这样子它搓好的汤圆不会粘着。好，我们先把面团分成一半，保鲜膜包起来，把它搓成长条。把它切成小粒，把它切成小块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搓。搓的时候记得轻一点，不要太大力。OK， 就是轻轻的搓，不要整个压在手掌这样子搓，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就碎掉。当当，小汤圆，你可以试看用2个，一次过用2个。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的汤圆就搓好了。如果不打算马上吃、马上煮的话，最好就是拿一个 container， 然后把它密封起来放冰箱。然后排的时候就是放开一点，不要给它们粘在一起。就是放进去的时候把它放开，然后铺一层的保鲜膜。如果你打算隔天就吃的话，你可以放冰箱。如果是没有这么快想要把它吃完，你就可以放在 freezer 里面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，不需要解冻，直接下去煮就可以了。现在就要来烫汤圆，我们先准备一锅水，水记得要高一点，这样子的话你才看得出那个汤圆没有浮起来。OK， 开火，先把它煮滚，然后水滚呢，我们就关小火。然后准备好的汤圆，你可以直接把它丢下去，或者是你觉得它不够圆的话，你就在下锅之前再把它搓一下，稍微把它搓。如果你觉得它已经够圆了，然后没有什么差，也可以直接一次过把它倒进去。在煮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刚下锅的时候，记得要给它多搅一下，不要给它停在那里，不然它就很容易粘在锅底。可能你会想问，可不可以直接把汤圆直接煮在那个黑糖姜汁里面？其实是可以啦，只是你看煮过了过后，那个水会变得蒙蒙的，所以如果你直接把汤圆在那个黑糖姜汁里面烫熟的话，然后你的黑糖姜汁就没有那么漂亮啦，就会比较浑浊一点，就蒙蒙的，就没那么好看。所以就看你个人喜欢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一次过在黑糖姜汁里面煮。大部分的汤圆都浮起来了，这样我们再煮多1分钟。好，1分钟了，我们把火关掉。
把它捞起来。最好是一次想吃多少就烫多少，不要烫太多，因为放久了它会不好吃。是不是超可爱？把刚刚的花生碎倒在一个盘子里面，我把烫好的汤圆直接拿出来砸上去。当当，是不是超可爱的？白白红红的，然后就超可爱。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把它这样子稍微捞一下，就确保它每一面都有沾到花生，那吃起来才过瘾嘛。你要吃之前才把它丢进去花生里面，不然的话你的花生就会变得软绵绵的，就没那么好吃了。当当，我们的花生汤圆就做好啦。然后这是刚刚的小汤圆，我们就把黑糖姜汁淋上去。如果你喜欢软一点的汤圆，你就可以稍微再煮久一点，可能加多1分钟。如果你比较喜欢 Q 一点的汤圆，你可以准备一锅冷水或者是冰水，把煮好的汤圆直接捞起来丢进去冰水里面，这样子的话它口感就会比较 Q， 就看你个人的喜欢啦。觉得这个浮起来加多1分钟是我最喜欢的口感。当然，我们的黑糖姜汁汤圆还有花生碎汤圆就这样子做好了。一种汤圆2种吃法，一点都不无聊。记得动手试做看看，然后给我知道好不好吃。在这里也先预祝你冬至快乐，那我们就下期见咯，拜拜。